喜歡玩車的朋友啊，最近来了一个新選擇，領克的10+。最近啊，它也是獲得了亞洲山脊賽道圈速第1的好成績，也是超越了這個小米速7 Ultra 版本。咱今兒就在這個寧波的中雨天氣下啊，來試試這台車到底好不好玩。這台車呢，它是一個偏運動感的這麼一台車。其實一進到車內啊，你整體這個翻毛皮的這個內飾就給到我們一種運動的這個氛圍感，而且它採用的這個黃色黃灰相拼接的這個感覺，我覺得就還挺有那種高級的感覺的。然後特別要說的是這個座椅，其實這個座椅啊，我還挺喜歡它的，因為它比這種傳統的這種筒椅感覺要更加舒適一點，沒有那麼的硌屁股。但是它上面這種碳纖維的這些裝飾，該有的也都有了。它比普通的座椅要支撐性更好，然後包裹性要更強一些。我覺得它算是在這個筒椅和這種普通的這種座椅當中啊，找到了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平衡點。說真的啊，我本人還挺喜歡這個的。就像這種座椅啊，如果咱偶爾長途跑個山，2個小時下來，你可能坐筒椅，你的屁股腰都已經廢掉了。但是這個筒椅，我覺得它的舒適性我也要更加的高一些。那其實這台車，我覺得它的靜謐性還是不錯的。即使說我們今天在這個中雨天氣下，然後我們也只能聽到一點點的雨聲，你可以發現這個開窗戶和不開窗戶，它的這個感覺區別還是挺大的。所以說，如果你平時在城市當中駕駛的話，你能有一個還不錯的一個靜謐性的體驗。然後另外就是在這個駕駛方面，因為它偏電感嘛，然後它的加速肯定是特別快的。然後10+它又是個4驅的車，但是在城區當中，包括有時候在這個山道上面，我們如果進行急加速的話，其實它這個輪胎整體的這個扒地力啊，我覺得還是挺強的。然後在制動方面，我覺得這台車它的剎車其實我挺喜歡的，因為它沒有太多的虛位。其實很多自己標榜運動的車，但是它的前半段還是有很多剎車虛位，就讓你不是很好控制，甚至有的時候在一些緊急狀態下，你會對這台車的剎車沒有信心。那這台車啊，它是比較偏比例的，而且它的制動你是可以去進行屏幕上的一些調節的，它的轉向呢也可以進行調節。所以說它的這個個性化的設置還是比較多的，你可以根據你自己喜歡的樣子啊，去把這台車給調出來。另外呢，就是因為它是台電車，它有這個動能回收。反正我自己啊，我是感覺到它的制動和它的動能回收，我覺得連接的還算是比較順暢的。再來呢，就是這個底盤的部分了。其實我覺得這台底盤啊做的真的挺整的，而且它的變道，它整體的這個車身的跟隨性都是比較好的。而且我們在比如說過彎的時候，如果說我們在城市當中中速度過彎的話，你會覺得這台車紋絲不動的，加上這個座椅的包裹性，你的人幾乎就沒有什麼偏移。但如果說選擇一個高速過彎的話，你會明顯的感覺到它車身的這個支撐性會是比較好的。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家比較關心的一個重心的問題，因為它是一個這種轎車的這種架構嘛，所以說它的重心啊就沒有說很低。如果你真的想追求跑山那種特別人車合一的那種感覺，你還是要去選擇一個跑車底盤的車。這個車呢，它還是在轎車的基礎上給你做了很多的這種運動化的設計。其實這台領克的10+啊，我覺得在這個可玩性跟普通的這種之前的，比如說比較歐際的這種燃油車比起來，它可能多就是一些智能化的方面。你平時你買到這一台車，你可能在城市當中你自己用的會比較稍微舒服一些。比如它的這個 Flyme Auto 2的這套系統，它是支持這個語音交互的，而且整體的識別程度啊，我覺得還 OK 的。然後比如說你平時啊，你的一些加熱、通風，然後這些比較基礎的這些功能，然後比如說像是一些音樂，當然啊，這個10+是比10要少的這個頭枕音響的，因為畢竟它是這種偏運動版的這種座椅嘛。所以說其實跟老舊燃油車這種比起來啊，它有駕駛樂趣，是電感的駕駛樂趣，但是它多了一些智能化和舒適度的方面。另外呢，像這個10+家族上面，它也是搭載了這個千里航海 H5的這個芯片，所以它也是支持這個輔助駕駛功能的。如果說要是對這個輔助駕駛有需求的話，那其實這台車也是可以滿足到你的。总的來說呢，我覺得這台車還是挺有駕駛樂趣的，無論是在這個城市道路上，還是在這個山道上面。但是啊，這台車它更是那種電感的駕駛樂趣。如果啊你想要這種電感的話，其實它是一個挺不錯的選擇的。